我们俩在一起都4年多了，可是就有一天，然后我朋友说他跟一个差不多快40岁的女人去酒店里。那天他来酒店找我们，我见他那一刹那间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当时的心情想一头撞死，还不如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件事儿怎么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呢？我觉得我真的接受不了，我没办法原谅他。我也有我的苦衷，我不是说存心想背叛他，我就想通过这个节目呢，求他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，能真心真意的听我跟他解释一遍。我有我的苦衷，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吗？现在机会就摆在了他们的面前，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嘉宾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董来自天津，29岁，自由职业者；女主人公静静来自山东，24岁，她的职业是投资顾问和兼职演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这事儿是真的吧？被撞到了，事儿是真的，好，是不是他想的那样？如果事儿是真的的话，怎么还好意思来呢？因为我之前也有拍过一些栏目剧、一些其他的节目片什么的，我知道有咱们这个节目。这件事发生以后，他找过我，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。我当时就想让他在咱们节目上出丑。我说有本事你就把这件事情拿到电视上去说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让大家都知道你做了这样一件丑事。你的目的是来晒他的，是吧？对，我就想让他出丑，我让他知道他这样做是有多么对不起我。好，没想到他真的就来了。他既然都敢来，那我怕什么呢？行，那我还是问他吧。诚心诚意来的。解释一下当天的事吧。当天，我跟那个他所谓的女人，在一家酒店里订好了，他给我一些项目要谈。这件事还是由我来说吧。啊。有一天我正在公司上班呢，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在一个酒店发现他跟一个女的，估计30-40左右的吧。他看见他之后，他就马上给我打电话，我一下子就懵了，我不敢相信这件事。挂完电话，我马上打车就过去了，在楼下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说老公你在哪儿呢？他就说你先挂吧，我这边有事，我们忙着呢，正开会呢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挂完电话，我直接奔向他那房间，我敲开门，那个女的就穿得特别暴露，她刚洗完澡出来，我什么话都没说。不是他看到的那样的，因为我家里做工程，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，同时也接一些各大中小型的工程。哪有这样谈工程的？非要去酒店谈吗？不是，这去酒店的到大堂谈也没什么。对呀。我就不是，他就在那里住，中午我跟他一起吃了饭，跟着几个客户、投资商下工地了。一身土，总得洗个澡吧。你觉得你说这句话有人相信吗？他穿的那么暴露，你呢刚洗完澡出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谈工程的事儿。那你说他现在到底多大岁数了？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我跟他在一起就是纯粹的想为了能揽到工程，我能干工程，能挣钱。我承认那女人对我是有意思，我也就想利用她这一点。你谈工程是用嘴谈，是用脑袋谈，还是用你的身体去谈？你觉得你这样下去，我们还有必要再这样谈吗？行，我别激动行吗？别瞎想。我还不瞎想，你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我还不瞎想。我的朋友是咱们从开始到现在见证我们一路感情的，你让他讲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？说说吧。董经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谈事儿都能谈到酒店去了，你洗个澡，你真有脸说？不是你们想的。你这怎么对得起他？你想你那阵儿追他的时候怎么样？天天请我们这吃那玩的，可是你现在呢？行吧，朋友回去吧。我觉得他们的感情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我跟那女人真的没什么，就是为了工程的事儿。她从小家庭环境好，我呢家庭环境比一般家庭好点儿，对于她那种消费观来讲，我还能怎么说呢？能扛得住。她特别喜欢范冰冰，
我都天天搜资料，背的什么包啊，穿的什么衣服，戴什么首饰啊，我就尽可量的去满足他，我不用他说一句话，只要这东西只要市面上有，我没二话，我立刻给他买去，不管去哪儿买。那你条件也不错呀。我是不错。那怎么了呢？跟这洗澡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就在去年啊，我们家工程上被骗了，所有的我们投的资、前期垫的款，全打水漂了，并且还欠了一屁股账。这件事你一直都没跟我说过呀。我没法跟你说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是男人。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种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。我没法告诉你。接着说。我们家环境大不如以前了啊，但是他那种消费观念，我就觉得又坏了。以后他再喜欢什么东西，我没那能力去满足他了。我没有说非得要贪图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我知道你不是。我也不是贪你钱的人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在我而言，4年了，我一直都这么做的，我已经都习惯。那你这样做就是为了去图钱呗？是去图他的钱？我是图他的活儿，我光明正大挣钱。那个女老板对你有意思吗？那肯定的。你明知她对你有意思，你还跟她到房间里谈事儿？如果不这样，她怎么答应我？你明知她对你有意思，你还在她房间里洗澡？我就是令她对我这意思了。你觉得？我必须得从那里弄来的钱花在我身上，当时我知道之后，我会高兴吗？我觉得你不可能知道这件事，我就觉得把工程弄到手，合同一签，活儿是我的了，他说不算了，我就跟他断绝联系了。你现在那工程做下来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被他撞见之后，还好撞见了啊，处在犯错的边缘啊，万幸。小董今年29，资料上说。对。静静今年24，是吧？谈了4年恋爱了，这4年当中你们就没规划着什么时候结婚吗？当然有，一开始我爸我妈根本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。为什么？给我们2个人这将近5年的感情做一个了结。别说了结行吗？来吧，小伙子，别那么着急啊，事儿出了就面对嘛。你听听这些老师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从一个女人的角度，我觉得首先对你的女友，你不忠，不管怎么解释，在宾馆当中跟另一个女人非常暴露的在一起，我相信在座的人我没有心里想过要背叛他，所有的人在心里都有了一个谱，知道你至少是试图背叛他，或者是在这个边缘。然后呢，父母有钱没钱并不重要，哪怕父母非常的穷，也可以堂堂正正的去见自己未来的亲家公。实际上你给不了人家女儿想要的生活，你却对你未来的岳父承诺我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生活，同时隐瞒自己的家境，所以这是我挺后悔的。这叫不孝，因为你既看不起自己的父母，也在欺骗人家的父母。
再接着，你跟你的生意伙伴在一起做生意，你利用别人一个女人的感情，打算生意签单一完成，我就不认识她了，这是你的原话。是，这叫不义。最后，你在现场很多话是互相自相矛盾的，你伤了别人，你还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，这叫不仁，加起来就是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。我不觉得你这样的男人适合做别人的丈夫。其实我觉得男嘉宾小董哈，真不容易，活得非常不容易，孤身的闯入虎穴，在对方要把你的衣服扒光之前，还得抽身离开，然后呢还要回来受到自己女朋友的质疑，这拳拳苦心，我非常能够理解你。但是就像几位老师所说的，你有些话有些自相矛盾，我想问一下，跟那个女孩子之间是谈什么工程啊？盈利多少啊？你如果说那些活谈下来的话，他跟这个工程什么关系？他跟那个负责人有长期合作关系，其中的他跟你谈出过什么条件呢？他什么也没谈，但是我心里明白。你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吗？郭老师，你听我问完。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再这样说下去。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再听他跟那个女人之间的事儿。解释清楚了行吗？这有什么可解释的？耐心点儿，我来。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呢？你说我来这儿，我把一个男人的尊严和颜面都摔到地上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你进那女人房间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就已经没了，兄弟。你刚才聊到说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女人会提出什么条件，就让我跟她在一起。那你原本所想到的脱身的方法是怎样的呢？也许这个女人不见兔子不撒鹰呢。我所想就是好好的，别让她对我有怀疑，慢慢来。怎么让她对你没有怀疑呢？我就想在她要求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你能接受的范围是什么范围？最多的话，也就是搂搂抱抱，搂搂抱抱，对，最多了。你真不嫌恶心？这种话在这里你也说得出来？我不问了啊，肖董，我问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我问这个目的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对我的问题那么的反感，他不光是要面子要脸，其实他是在珍惜你的面子，他还是爱着你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所想象的那些底线，搂搂抱抱也好，再怎么样也罢，其实，在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，你已经出卖了自己，知道吗？其实坦率的来说，你的内心我是很能够理解的，我也很宠我的老婆，啊，我可以穷尽我所有的能力，我的家财，我去让她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。虽然她并不会要求我这么去做，但是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思。但是连尊严都没有了，你怎么去爱一个女人呢？我没想这么做。对，你没想那么做，但事情并不能够完全按照你的控制下去进行。比如说，你就被他撞穿了，我现在其实想问三位老师一个问题，包括问那个杜老师。我先问杜老师，然后回过头问三位老师哈。您家是个闺女儿对吧？结婚了吗？没结婚呢。有对象了吗？有对象。如果您的这个未来的姑爷就是，您还接受吗？肯定不接受。这小伙子本身呢，确实也挺不容易，我觉得是，但是他应该诚实，要真诚。我不敢。家庭条件呢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，应该实事求是跟他说，包括跟他承认错误，都应该是真诚的。你这种半虚半演的，肯定不是个事儿。那个嫂子，接受吗？肯定不接受。这个我觉得这是什么本质有问题。在一个女人开的房间里头洗澡，就这一点是，我觉得就是你本身就不自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呢，平时你像买东西也好，还是就是他请客的时候你结账也好，我觉得你是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讨好你的女朋友，另外是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。对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爱情是非要用物质才表达的吗？其实啊。您说这些我都懂。我跟你说一个我看到的一个真事儿，这是在07年的一个夏天，那天特别热，我看见一个男的拉着一个大板车，大板车上呢是他妻子，还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，3个人有一根冰棍，他老婆拿着，就是给孩子吃一口，够着她老公的嘴去给她老公吃一口这个冰棍。
你觉得那个不是爱情吗？我们家啊，生意败了之后就一直挺低谷的，我不敢去面对他，尤其是他父亲那一关，我不想让他父亲看不起我。我父亲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。可是我就想较这劲儿。你最大的一个矛盾在于什么？你认为把你自己扒光了，你就没法再爱了，1分钱都没有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再爱了。但其实你已经被扒光了，这2种光是2种不一样的概念。一种是钱光了，尊严还在，一种是连尊严都没有了，这是你最大的矛盾之处。希望你能够吸取到这个教训。另外，我还想说到女方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没说到你的毛病，其实你也有毛病。你作为深爱自己男朋友的人，难道在后面的交往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从他脸上透露出一丝一毫的观察到他的尴尬吗？什么事儿我都问过他，他一直什么都跟我说非常好。可是他发生那件事，我的确不知道，他也没跟我说过。到这儿我得打断一下，我觉得你们这4年的这个谈恋爱，是不是光顾着风花雪月了？就是我的意思是讲，第一，你们恋爱的这个价值观有问题。这小伙子认为，没有钱就没有爱情，然后你呢？一姑娘也特糊涂，你都打算跟人家谈婚论嫁了，父母没见过，你们俩就光做一件事了。刚才你们这互相说的时候，吃喝玩乐。就像老兄弟所说的，兄弟，你的爱情观是错的，其实钱是买不来爱情。人家说同甘共苦，你们是只能同甘，绝不能共苦。谈了4年恋爱，你家里碰点困难，有什么不敢说的呢？瞒什么呢？我没瞒。肖总，说句实话吧。我们其实给你提这些问题，是希望你今天在这个现场能把那个尊严给找回来。刚才杜老师说了一句话特别好，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。我错了，这件事我就是错了，因为齐根这件事儿就是错了，你错没错吧？我确实错了，错在哪儿了？我错他压根儿我就不该瞒他，不该骗他。A， 你撒谎；B， 你试图通过捷径来挣钱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对吗？对，而且是出卖自己。我不解释了。对了，我一切都错了。错了，确实怎么错的？对于未来是怎么考虑和打算的？我希望在下面的时间里，你能简洁的跟人家姑娘说清楚。当然，我觉得经理你也考虑一点，你爱她吗？当然爱了。好了，我只提醒您一点，你爱的人就是一个有毛病的人。再幸福的夫妻，杜老师他们也说过，结婚29年。从结婚的第2天开始，他们就有争吵。没有一个人是完人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。这个缺点你综合起来，比他的优点和他对你的爱是大还是小？能接受就接受，不能接受，你用你的方式离开。来，2位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呀，我记得你很喜欢听我这样教你。这4年快5年的日子里，咱俩也快乐过，也有过争吵。你别哭了，行吗？细看。别哭了，你别哭，你别哭。原谅我不行吗？你这在这事儿发生之前，我多疼你，多爱你，你都知道吧？不想你知道我做哪我都苦，我就想把最快乐的一面都给你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？你早知道他怎么看我？你知道对我这么好，突然间发生这事，你让我怎么面对大家呀？咱先过这事儿行吗？我真知道我错了，咱像以前那样好行吗？让我继续，我比以前更加倍爱你疼你行吗？求求你。哎，肖总回来了，时间到了。一句话也没说，回去吧。老婆呀，留下吧，行吗？留下吧。别想了。我再想一想。别想了，别想。肖总，你让他想，你这么留下来也没用啊。你得让他自己决定啊。真错了。
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如果你是那个女孩，会原谅她的男朋友吗？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更多的朋友选择的是希望他们分手。我特别想问问静静的好朋友哈，看到小董这样的表现，作为他的好朋友，可以原谅吗？你觉得？反正要换成是我的男朋友这么做，我绝对不会原谅的，因为他已经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。我不可能再原谅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预备。这几年来，我虚荣，我自私，我欺骗你，所有一切坏毛病，我错了，这些毛病我都改，我真诚的、真心信任我面对你。我实在是放下，我们心灵的感谢。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有什么困难，就把我当成你最心爱的人、最亲的人，什么事都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。来，2位到舞台的中央来，来，可爱的小花童。请回，谢谢你们。在这里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套件，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这样我做个主行吧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哈。礼物我们都送给你们。今儿也别在这儿求婚了。我觉得今天求婚你让他就这么答应你，可能草率了一些。双方应该再继续看一看。真的感情稳定了，我们欢迎你们来这个节目，我们再帮你们补一个订婚仪式。这个你能接受吗，姑娘？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不是更好一些？来，拿着这个啊，对不起了哈，礼物送给你们，但是我留着，记住，诚实，不爱虚荣，希望能珍惜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2位请回，请回。